尹锡悦将参加北约峰会，但他强调不反华，战战兢兢的背后说的是心里话。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韩国 KBS 电视台报道，尹锡悦将出席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但是韩国国家安全司长金圣汉发布消息称，尹锡悦参加北约峰会并不意味着韩国将转向反华政策。北约东扩引发了现在仍在进行的俄乌冲突。中国早已经表态反对北约在印太地区搞集团军事对抗。韩国总统参加北约峰会却说不反对中国，而是为了在应对新型安全挑战，包括在网络、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出现的新威胁，确保在朝鲜问题上获得参与国的广泛支持。最近几个月，北约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的意图是越来越明显，而日本和韩国领导人受邀参会，其本质就是要引发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吵。但是北约毕竟是由30个欧美国家所组成的，想扩展到东亚，显然还没有这个条件。所以韩国说参加北约峰会，并不是要反华，说的可能就是他的心里话。这里面大概有这么几条原因：一，韩国要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从文在寅到尹锡悦，韩国领导人虽然在外交方面有所偏重，但是本质上都在追求将韩国打造成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相比较而言，尹锡悦更注重韩国在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地位，所以积极与西方集团靠拢就是必然的选择。第二，韩国在东北亚现在要与日本争宠。韩国的另外一个战略就是在东北亚与日本竞争美国最亲密盟友的地位，这也是尹锡悦要增加部署萨德，甚至想将美国的核潜艇、轰炸机请到韩国的真正原因。日本与韩国有历史血仇，又有领土争端，而美国最近几年一直有把日本当成战略支柱的态势，这是韩国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韩国参加北约峰会看成是在向美国卖萌。第三，韩国希望能够成为北约某些国家的武器装备供应国。韩国凭借其整合西方军工产业链的优势，正在榴弹炮、战斗机、教练机、潜艇等军工领域获得某些国家的市场。所以韩国现在有野心要成为整个西方国家的武器供应国，以弥补西方国家军工产业衰落的短板。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韩国目前已经取得了部分成功。第四，尹锡悦参加北约峰会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在朝鲜问题上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北约国家的支持。对朝态度强硬，必然会引发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尹锡悦需要获得更多欧洲国家的支持，而欧洲国家多年来也在制裁朝鲜的问题上出力。在美国的东北亚大棋局中，朝鲜问题是牵扯韩国、日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大事。韩国企图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获得主动权。第五，不与中国翻脸是韩国目前对外关系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韩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处理朝核问题也离不开中国。如果韩国因为参加一次北约峰会就破坏了中韩之间的相对稳定的关系，那就显得得不偿失了。所以韩国的外交部门才会先站出来，企图安抚中国的情绪。总体来看，韩国政府正在变得更加亲西方，而且呢更加亲美，甚至有可能加大在韩国的萨德导弹部署。参加北约峰会证明韩国的野心其实更大。相比于这次北约峰会，中国可能更关注萨德导弹的部署情况，因为那才是影响到中国战略安全的大事儿。对此，韩国政府必须想清楚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